Ladies and gentlemen，我是白俊。那这節課呢，給大家講一下這個工藝合成怎麼去做。你看我們整個的畫面效果還是相當炸裂的哈。直接打開我們的 PS， 新建一個1080，然後高度為660，當然它的單位是像素，分辨率為72的一個畫布。點擊創建，填充一個背景色。這裡要怎麼填充？我們看到這個背景為黑色，或者你 X 切換一下，是吧？填充到背景裡 ，Alt 加 Delete 就可以填充好。朋友們學會了吧？前景色和背景色的一個填充，这裡一定要記住。OK， 那我們填充好背景色之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這些素材拖進來。我這裡有很多的素材，到時候如果大家需要的話，我都會免費的分享給大家。我們就把這個羚羊，也是我們的主體，對吧？保護野生動物是我們每個人應該盡的一個義務啊。所以我在這裡給大家。選一下這個題材，因為這個題材如果你是做合成，哪怕是做海報，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主題。OK， 那我們放到中間的位置，大概視覺上在我們畫面的中心就可以。然後我們點擊一下這個勾號，我們下一步需要做什麼？就要用我們的畫筆工具，對這個邊緣呢進行一個修飾。當然，我們點中到畫筆，我們看到下方這裡有一個合成畫筆，看到沒有，朋友們 ？OK。那我們這裡呢，要新建一個圖層蒙版建立好之後，我們按住 Alt 鍵將這個畫筆給它縮小。當然可能有的人會問，這個畫筆哪裡來的？在這兒，這個畫筆是我自己做的一個畫筆啊，自己做的，你在別的地方是找不出來的，全網僅一份。OK， 那我們去擦，我們看到它整個的這個效果不是很好，對吧？所以我們這裡要對這個畫筆呢進行一個設置，讓它擦出來的這個感覺呢更有那種立體感。怎麼樣設置畫筆？我們就要點到這個畫筆的文件夾，看到沒有？這裡有一個畫筆設置，我們先來把它的間距呢給它調為50%左右。OK， 那我們下方還有一個形狀動態，大小抖動給它調到30%，放大。然後這個角度抖動呢，我們也給它調到30，圓度抖動我們給它調到40。大家可以記一下我這個參數哈。散布。這個散布呢，我們給它調到95%就可以，然後數量呢，給它調到4。好，那我們看到下邊這個畫筆的這個縮覽圖我們可以觀察我們畫筆的一個現在的一個狀態，包括我們這個紋理。紋理呢，我們就選中水滴的第3個，就是這個。我們選中它，當然我們要把這個模式改為一個正偏疊底。OK， 那我們畫筆的調整就是這樣的，我們就可以把它點掉。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對我們這個主體的邊緣進行一個修飾。你看我們整個的這個效果是不是比剛才好了很多啊？對吧？我們可以把畫筆縮小一點，這裡縮小畫筆的快捷鍵是什麼？ Alt 加鼠標的右鍵，這個快捷鍵大家也一定要記住，是吧？我們先把這個邊緣呢給它修飾的更舒服一點，不要讓它有這種轉折的出現，對吧？它轉折確實在我們畫面中很不舒服嘞，對不對？OK， 那整個的邊緣呢修飾的都已經直角也沒了，這裡呢給它修飾一個形狀，就讓我們視覺上看得更美觀一點。OK， 那我們就再給它擦一擦，擦成一個這種 M 型脖子這裡可以給它擦一下我們做合成的目的是什麼？第一是為了傳遞我們想要做的一些意義，對吧？傳遞信息。第二個就是視覺上做的好看一點，對不對，朋友們？也是，我相信做合成也是很多可能小朋友或者一些大學生學習 PS 的一個目的，或者學習設計的一個目的，对吧？可以做一些別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效果，在朋友面前也能裝一裝哈，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就可以，視覺上感覺還挺舒服的就可以了。那我們這個邊緣呢就調整到這兒，接下來我們就要對我們的主體的顏色進行一個調整。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做的這個成品。整個的效果是很好，但是呢，我們現在這個主體明顯顏色不太对，因为我們做合成調整顏色，包括它的光影關係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你合成它是很多個素材拼湊在一起，如果它整個的光源不夠統一的話，整個的效果不好的話，它就會很閃。大家可以理解嗎？如果理解的話，請扣一個1字。那這裡我們就要用到調整圖層，我們先來把它的這個飽和度降低一點。當然，調整圖層選中攝像飽和度哈。當然，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給它建立一個剪貼蒙版，只對我們這個羚羊的圖層呢有效果，看到沒有？當然，你的飽和度不能降到太低对吧？你降到100%，那我們整個的畫面就是一個黑白色，不可以的。
稍微有一點顏色傾向就可以啊，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就非常的 OK。然後我們這裡再需要調一下它的曲線，曲線的目的就是拉大它的一個明暗对比，還是一樣的，給它建立一個剪贴蒙版。我們先把暗部呢给它降低一點，是吧？暗部降低一點，然後我們這個灰部呢可以稍微再给它提亮一點點，哎，提亮一點點就可以。然後我們亮部给它稍微提亮一點，哎，这樣呢我們黑白对比就更明顯一點。當然我們還需要再給它建立一個色階的調整圖層，我們可以給它建立一個剪貼蒙版。然後呢，我們這個色階主要去調整它的一個高光，我們拖一下這個白色的三角號向左拖，哎，讓它高光再稍微亮一點。OK， 那我們接下來再給它建立一個色相飽和度的調整圖層，還是一樣的建立剪貼蒙版。然后我們這裡勾選上這個着色啊，那我們這個顏色給它帶一點偏暖色的感覺啊，大概就是這個感覺。然後飽和度再稍微給它降低一點，整個的感覺是不是就很舒服啊？對吧？哎，主體就現在調整到这樣。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給它做一個這種背景啊，做出來這種煙霧的感覺。怎麼做？我們在背景這兒再新建一個空白圖層，然後把我們的這個前景色，我們可以按住 X 鍵切換一下這個前景色。前景色呢，這裡給它調整一下數值，20、44，哎，50。OK， 點擊確定，然後我們 Alt 加 Delete 給它填充好。填充好之後，重點來了，這裡一定要注意，我們點到這個濾鏡，看到沒有？下方有一個渲染，渲染下方有一個雲彩，記住啊，是這個雲彩，而不是這個分層雲彩。我們點擊一下啊，我們這個背景是不是整個煙霧的效果就出來了？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煙霧的效果你不太滿意，我們可以按住 Ctrl Alt 加 F 去調整，哎，選一個合適的這個煙霧背景。好，這個就差不多，因為我們這個暗部呢，有一點暗的，如果它邊緣是這種黑色的話，它整個對比不太明顯，所以我們這個後背景它稍微偏亮一點，這種效果是对的哈，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对這個图層1建立一個圖層蒙版，然後我們用到漸變工具，這裡改成鏡像漸變，然後黑白，我們給它拉一下，讓它這樣有一個視覺中心點啊。然後我們再去調整一下這個羽化，哎，讓它這個漸變的感覺啊更舒服一點。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就可以了。調整到10像素，哦，110像素啊，隱藏了還。OK， 那我們下一步 Ctrl 加 L 調出我們的色階，然後還是把亮部稍微給它提亮一點，讓我們這個背景的這個煙霧感更強烈一點，對吧？然後提亮，點擊確定。OK。那我們看一下整個的這個感覺，朋友們有那味兒了沒？好，那我們的背景和主體大概就是這種感覺。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拖我們的素材了，對吧？我們先把這個火花的這個素材給它拖進來。OK， 我們看到它這裡有一個黑色的背景，所以我們這裡要借助到圖層模式中的一個綠色，哎，把黑色的背景直接可以隱藏掉，然後調整一下位置就可以了。那當然它是第一個火花，我們是放在這個羚羊圖層的下方，来形成一個這種遮擋關係，可以稍微再旋轉一下，啊，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哎，當然一個是不夠的，对不对？然后我們 Ctrl 加勾複製一層，哎，挪到上方來，然後用移動工具，我們可以 Ctrl 加 T 對它進行一個旋轉，啊，進行一個旋轉或者縮小都是可以的。你覺得，哎，這個火花有點太大了，太密了，我們可以給它縮小一點，啊，移動一下位置，點擊一下勾號，我們還可以再 Ctrl 加勾，複製一層，然後 Ctrl 加 T， 在下方旋轉一下，可以再給它縮小一點，哎，有這種近多遠少的这種感覺，對吧？哎，火花炸開的這種感覺。OK， 那我們點擊一下勾號，這裡我們可以 Ctrl 加 T 再旋轉一下，哎，大概就這種感覺就可以了。OK， 那我們整個火花的這個效果就做好了。我們接下來還需要再把我們這個火焰的素材呢給它拖進來，拖到 PS 裡，然後放到這兒。這裡我們圖層模式還是給它調為綠色，然後給它縮小一點，然後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可以對它進行一個旋轉，然後放大。
哎，調整好合適的位置，點擊一下勾號。當然，我們可以再複製一個，然後 Ctrl 加 T 縮小，哎，整個來豐富一下我們的這個畫面，對不對，朋友們？啊，我們可以再縮小，大概就是這個感覺就可以。我們點擊一下這個勾號，是吧？整個的感覺是不是就出來了呀，朋友們？已經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再用到我們的畫筆工具，然後我們把前景色呢設為一個比較重一點的顏色。再給它新建一個空白的圖層，对，新建一個空白的圖層，我們再給它擦幾筆，然後我們再調一下這個亮部的顏色，哎，有一個這種漸變的感覺哈，可以這裡先不用很亮 ，OK， 可以把畫筆縮小，然後我們再吸一下這個暗部的顏色，給它塗一下，然後再吸一下亮部的，哎，形成一種這種關係哈。对吧？然后我们畫面的這個層級感更舒服一點啊，上邊也是一樣的啊，擦一擦 ，OK。那我們再按住 Alt 鍵吸一下這個深一點的顏色，我們在這個主體的暗部稍微再給它擦一下，哎，為什麼呢？因為豐富一下我們的這個環境色哈，對吧？豐富一下環境色，包括我們鼻子這兒，我們上邊看，哎，給它稍微擦一擦。对不对？哎，畫筆可以自由的去調整。這裡調整畫筆的快捷鍵，大家都知道怎麼用吧？如果知道的話，請扣一個一字啊。就按住 Alt 鍵和鼠標的右鍵去調整就可以了。點一下，然後我們這個角這個地方，啊，我們可以把畫筆再縮小一點，就給它擦一下。下邊可以稍微放大一點，包括這裡。OK， 那整個環境色我們也做好了，我們下一步還是要拖入進來我們的素材，把這個紅光的素材拖進來，拖到 PS 裡，然後這裡我們把圖層模式設為一個線性簡單，放在我們的這個羚羊的腳上，用到移動工具 ，Ctrl 加 T 調整一下大小和位置 ，OK， 點擊一下勾號。我們再 Ctrl 加 T， 可以再調整一下它的大小，然後移動一下，點擊確定。左邊這個角同樣的 Ctrl 加 T 旋轉，哎，給它放好，縮小一點，再旋轉。OK， 點擊一下勾號，是不是整個味道是不是就已經出來了呀，朋友們？那我們接下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 Ctrl+Alt+Shift 加 E， 給它蓋印一個圖層。蓋印好之後，我們用濾鏡裡邊的 Camera 濾鏡對它再來一個整體的調色。我們先把這個對比度呢稍微拉高一點，哎，然後下方還有一個清晰度，我們再給它調高一點，哎，清晰度調高，我們整個畫面的質感就更好，對不對？然後自然飽和度呢，給它調高，哎，讓我們畫面的這個顏色呢更加的豐富一點。OK， 那我們點擊一下確定，然後整個的畫面感覺是不是就出來了呀？如果你還想調整它的明暗關係的話，我們這裡還可以再給它建立一個曲線，是吧？然後我們整個調一下它的中間色就可以，還壓暗一點，讓我們整個的視覺中心點就在中間這一塊就可以了，朋友們。OK， 那我們整個的畫面就做好了，是不是還非常的哇塞？你看我們的原圖。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羚羊素材，但是我們最後合成的這種效果，是不是還是相當炸裂的呀？